大家好，比特币这两天视频给的一些支撑或者是压力，有朋友是让我多给一些短线的建议，因为昨天是猜中比特币85000美金的支撑，包括灰度狗狗币现货 ETF 昨天已经上市了，或者是昨天群上面也是在猜狗狗币的0.143有可能是支撑。那比特币85000美金昨天缺口补完就上来，不过我基本上还是大长线的仓位或者是等下来分享一些观点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因为昨天的视频有跟大家提到，狗狗币这3根蜡烛，它是一个多头成型的组合。多头成型大概率价格短期应该要继续往上涨，而且再配合下方的这一个 MACD 指标，它是底背离的结构，也就是昨天的视频，所以在 Discord 群上面也是有提醒朋友们，狗狗币它可能是成型蜡烛，一般短期是看涨，而且 MACD 也是3重背离。然后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，你要去留意比特币是有一个 89K 的阻力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在85000会是一个支撑区？狗狗币昨天就跌到这一个0.143，而且昨天的比特币也就是把这个缺口补掉，后面价格就上来。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那昨天的价格已经是回到这一个箱体，不过短线我们去留意一下这一条红色的20MA 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，短期看这个位置它也是很接近，就是这2根 K 线一半的位置，有没有可能短期会是一个压力区？那我们看一下0.143的位置，群上面昨天就跌到这个位置，它其实就是踩在这个20MA 附近，然后价格就上来。那你如果有做多的话，我的观点是，不然就去留意刚刚提到的日线的20MA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或者是前面2天的视频一直在判断比特币这个8万美金有可能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，它如果要再跌下去，不一定会跌得很深，因为2021年当时比特币的顶部就是在7万美金，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这一根蜡烛，下方的量呢是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这个位置有散户在恐慌，有大人机构或者是那一些国家队相信在这个位置，或者是主力可能是已经贪婪把筹码给接走了。所以前面是视频跟大家提到，你观察一下这边是有一个上升三角，也就是这几天视频一直在提的比特币的这个上升三角，85000如果过的话，你去留意一下，也有可能89000会是一个压力区，然后85000就变成了一个支撑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低点，它就跌到这个85000，把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那一个缺口补完以后，现在价格上来。所以短线如果你真的要根据我的一些支撑或者是压力操作的朋友，这几天不是跟大家讲85000是支撑，那你可以做多，或者是前面有跟大家提到接近这个布林线上轨的位置，你要注意有可能是不能追加，甚至有没有可能短线你可以在接近这个上轨的位置或者是89000去做空，也会有一些短线的利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就是目前比特币布林线的中轨，它的价格是在接近86000附近，所以这个位置有可能目前的支撑也可以从85000抬到这个86000。而且我们看一下下方的这一个 MACD 指标，4个小时也即将进入这一个多方区，0轴以上就是一个多方区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，之前有跟大家讲到，如果85000站上，有可能89000会是一个短线的压力，但是有一个目标价，你去观察一下这边盘整有没有可能它会去测92000以上这个区间的一个压力区。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布林线关掉，或者是来看一下比特币1个小时的图表。那86000的支撑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其实前面的这一个盘整箱体，我们尽量留意就是它不要回到这个箱体里面，因为目前上面4个小时的上轨是有一个压力区，那你短线1个小时就观察上面有压力的情况下，89000最好是短期赶快过，如果没过，主力要在这边盘整的情况下，你去留意盘整不能回到这个箱体，如果回到这个箱体，也就是刚刚提到的86000的支撑，
就是这个盘整区的支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以太坊昨天一根上涨，不过短期的一个压力位，也就是前面一直在判断的$3000的支撑有没有可能会撑住。那现在跌破，短期我们也观察吧，就是这个$3000日线的这条20MA，下一步有可能也会来到这个位置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队友们。